这是《速度与激情》第1部中布莱恩·奥康纳的座驾丰田 Supra MK4，而乐高今年3月1日最新发布的这套42204，一辆长度接近30厘米的积木模型，不但还原了原型车的外观比例，同时也对原型车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进行了还原。在后备箱里，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氮气加速系统的2个气瓶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具体表现。先看包装，彩盒正面是积木成品在城市中飞驰的场景图。右上角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款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周边套装，年龄定位是9岁以上。彩盒背面除了另一个视角的成品图，下面则是通过3张图示展示了部分功能联动玩法。打开彩盒，810片零件一共是分成了6个零件分包，5个大步骤。拼搭手册一共是有277步，步均2.9个零件。虽然有丰田和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双授权，但手册并没有开篇彩图，只是在末尾把彩盒背面的图片又拿来用了一次。另外加入了一张原型车的图片，所以在平面设计方面确实是稍显敷衍。然后贴纸呢是有像这样的一张。新零件方面，首先是编号为7244的销孔与十字轴连接件，相当于在之前的43857的中间伸了一个1单位的十字轴出来。另外还有编号为7101的截面1×2 5单位长的新款科技面板。此外，编号42531的轮眉零件则是使用了印刷件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设计。来到后悬架，可以看到发动机动力呢是从车头方向过来，通过差速器端的28:20的齿轮组，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。同时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从车顶方向下来的手动转向动力，在这里通过12:12的齿轮组向车头方向传输。前悬架设计比较特别，为了给中间的直列6缸发动机腾出空间，转向结构并没有做居中设计。可以看到手动转向动力过来以后，在这里是通过3枚8齿齿轮到达前面这里靠右的转向齿轮和齿条结构。设计师还非常巧妙地通过85940上面的短棍模块做了一个转向限位装置。直列6缸发动机使用了新款4368和4369组合，测试下来呢也是非常的顺畅。虽然是小比例跑车，但整个底盘也是非常清晰的被分成了前后2个大模块，并预留了2个动力接口。完成合体以后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底盘呢确实也是非常的牢固，包括功能测试下来也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这辆 MK4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4-5个小时，最终的成品长29.5厘米，相对于原型车的比例大概是1:15。还是之前常说的，得益于科技面板逐渐小型化的趋势，像这种小比例跑车呢，在外观完成度方面确实也是做得越来越好。尤其是89679还有2387和2389都是得到了大量的应用，甚至可以看到两侧的前大灯每侧都是使用了3枚2387或者2389做的搭件。而半年前在42177奔驰大 G 上出现的编号为4450，角度为168.75度的7号十字轴连接件，也是在 A 柱搭建以及尾翼等角度创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所以在外观方面确实是越来越精细，尤其是像这种小比例跑车，这种感觉呢就会更加的明显。打开尾箱，我们还可以在后备箱里面看到氮气加速系统的2个气瓶，而驾驶室内部包括驾驶座上面的安全带以及前面的仪表盘呢，也都是通过贴纸进行了还原。在车门前面这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枚外露的浅灰色的22961，看起来非常的奇怪。而这枚零件事实上是有橙色的版本的。那如果对比原型车图片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为了补齐车门拉花上面的浅灰色的手臂部分。至于这个车门拉花，可以看到确实是有一点不太完整，因为不做跨砖贴纸，同时又要预留粘贴公差，还有零件弧度比较大的部分呢都不能粘贴，所以这个确实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。功能方面，车顶旋钮和转向联动，转向非常灵活，也没有异常的干涉。前后盖开合，还有两侧的车门开合，都是直接打开就可以了。虽然前后盖里面并没有相关的支撑设计，但打开角度大一点的话，并不会掉下来。然后是行驶与发动机联动，那测试下来呢也没有问题，联动确实也是非常的丝滑。这辆 MK4 还有一个快拆敞篷版的功能，也就是像这样直接把车顶模块拆下来就可以了。在牢固度方面，测试下来日常的正常把玩是没有问题的。虽然车头还有车顶等局部位置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，但并不容易松脱，包括震动测试下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
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款套装的全部测试情况啦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